大家好啊，我是戴红。老牛是智人最熟悉、关系最紧密的动物之一。从古至今，关于各种老牛的各类文艺二创内容也是相当多。咱们今天来盘点一下以牛作为原型的神话传说以及动漫游戏特摄里的经典角色。要谈论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牛啊，首先咱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存在的牛都有哪些种类。除了大家很熟悉的家养牛和家养水牛之外，还有牦牛和白质野牛。其中呢，白质野牛是自然界牛属动物中体型最庞大的牛类，其体长可达到3米左右，体重可达1吨以上。外形和家牛很相似，但四肢看起来更短，更加粗壮。肩膀部分具有一个高高耸起的方块肌肉，十分壮观哈。而白质野牛在我国西南部有一个类群，属于半家养状态，然后可能还和其他的家养牛科动物有过共同的成长，逐渐形成了一个名叫大额牛的物种。其头体长可达点5米，体重大约350到500千克。相比白质野牛来说，大额牛的肩部隆起不太明显，额头更平更宽，毛色也更加多变。而我国神话中的牛形妖怪，基本都是在这几类牛科动物的基础上创作而来。在我国古代大部分时间内，老牛作为农业活动中重要的生产力量，参与耕地、运输等劳作，对咱们农民是帮助极大呀。其憨厚老实、任劳任怨的习性，契合了人们对勤劳品质的推崇，逐渐成为农耕文明中勤恳劳作的精神象征。但在面对自然界中野牛的凶猛力量与不可控因素时，古人对此又多了一丝恐惧之心。他们将这种对自然野性力量的恐惧投射到了神话创作中，赋予牛以神秘、强大且乖张的妖邪属性，从而塑造出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神通各异的牛形妖怪形象。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当属《西游记》中的牛魔王。平天大圣牛魔王堪称是妖界的传奇啊，武艺高强，神通广大，会72般变化。在经典电视剧86版《西游记》中，牛魔王显露原形之后的形象，比较像几种牛类的结合体。背部如白质野牛一般有着高耸的肌肉，前额又比较平坦，略有点像大额牛，下摆有长长的鬃毛，又有点野牦牛的影子。剧中使用特摄的手法，创作了一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妖神大战。这个巨牛的样貌加上原剧中的音效，使得幼年的我在震撼中还感到了一丝恐惧。咱来经典回顾一下哈。八戒，变成牛了！哎，八戒，来跑！啊！《西游记》中除了牛魔王，另一头令人印象深刻的牛怪当属青牛精。青牛精在《西游记》原文中被称作独角四大王。这个四呀，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一种犀牛，然而后来根据相关研究，又有了新的说法，认为四其实是一种我国古代本土生长、现今已经灭绝的圣水牛。这种有着新月形内弯大角的古代水牛，可能一直活到了公元前1200年。在我国的古代传说中，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在给世人留下经典著作《道德经》之后，傲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远离了世间的纷杂。后来的多部古典小说中，青牛通常与神圣的太上老君一同出现，而《西游记》中的青牛精正是其中之一啊。在剧中，青牛精拥有一个神通广大的金刚镯，堪称是手镯发射器。杰克奥特曼对此肯定是深有感触。在《封神演义》中，老子曾骑着板角青牛下界帮助姜子牙。除了我国，在南亚的印度传说中，老牛也有着多重身份，比如流牛。
普遍比较神圣，而水牛则被描述成了比较恐怖的形象，比如以水牛为原型创作的神话恶魔摩西沙修罗，据传此魔十分恐怖啊，甚至入侵了天界，赶走了神王因陀罗，连梵天也无法收服他。最后众神集合，从他们共同的力量中，南继母的形象浮现了出来。南继母使用着众神的各种武器和法器，和摩西沙修罗进行了一场昏天黑地的大战，最终将其消灭。日本的古代传说中有一种叫做牛鬼的妖怪，有着牛的头、蜘蛛的身躯，嘴里能喷射毒液和蛛丝，经常藏身于村庄附近的水中。现代的日本影视作品中也有很多以牛作为原型的怪兽形象，比如经典特摄奥特曼系列中，牛类怪兽的数量就不少。奥特赛文里的胶囊怪兽米克拉斯，来自布法罗星球的怪兽。布法罗其实就是英语水牛这个单词的音译哈。美洲野牛也常被称作布法罗。尼克拉斯高耸的背部和略微扁平的脸部以及细长的脚都有一些美洲野牛的影子。还有一种说法指出设计师成田亨是根据位于南美洲的古印加帝国的神像面具创作的尼克拉斯，确实很像哈。根据考古相关的证据表明，美洲野牛的历史分布范围最南端能达到墨西哥北部。那么那些古代印加帝国的居民是否见过美洲野牛呢？很有可能哈。龟曼里的水牛怪兽奥古斯特被描述是古代水牛的变种，是水牛族群墓地的守护神。然而这个外形看起来总感觉像某个观感不太妙的形象呀，是不是略微有点像海象人呢？宇宙牛人凯恩塔尔斯星人，头部和四肢长有浓厚的毛发。其实作为一个牛人，其形象并不是很明显。牛神超兽卡奥拉有600万头被宰杀的肉用牛的怨念与太空怪兽结合而成的超兽，可见亚波人可能是一个早期的动保人士。后来卡奥拉组成了冤大头强魔王的头部，然后再次被艾斯给宰杀了。金牛座怪兽多吉乌，说实话，它长得比起牛更像一个长角的熊。除了奥特曼之外，在宝可梦里也有老牛的身影。肯泰罗和爆炸头野牛的形象基本是减配美洲野牛和美洲野牛 Plus 版本。大奶罐是典型的奶牛形象，戴拉吉翁的形象很像一个根据牛的形象铸造的雕塑。而数码宝贝里也有老牛的身影。第3部的蛮牛兽是一个十分强悍的反派，在当时的剧情中代表了以12生肖为原型的数码12神将的牛。而牛人兽是更经典的一只数码宝贝，在第2部就有出现，其原型来自于古希腊神话中的经典怪兽形象米诺陶洛斯。说到米诺陶洛斯，大家肯定不陌生哈，这是现代经典怪物形象牛头人的老祖先。在传说中，地中海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和海神波塞冬闹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于是波塞冬机智的施展魔法，让米诺斯的妻子爱上了一头公牛，二者是坠入了爱河呀，进行了一波跨越种族的杂交，于是始祖牛头人米诺陶洛斯诞生了。牛头人这个形象在现代的游戏里可谓是相当火爆，魔兽争霸兽族的经典角色牛头人酋长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首发英雄。虽然在浩方对战平台无数次被狡诈的疾风部偷农剑圣砍得死去活来，但我依然还是很怀念那个用老牛带着4个大 G 在海龟岛和大海龟斗智斗勇的日子。灵魂行者白牛是一个更常用的兽族单位，它的技能灵魂锁链能够让己方的多个单位分担伤害，十分强力哈。小时候我不太喜欢这个角色，因为说明文本太长了不想读。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个单位可太强了呀。假如英雄联盟里有这么一个会使用灵魂锁链的单位，那肯定是妥妥的机智怪，非办必选呀。3本单位拿着木桩会使用粉碎技能的牛头人是我最喜欢的地面角色，十分强力。虽然经常被冰霜巨龙喷得神魂颠倒，但依然不影响我对他的喜爱。其实在我国的经典著作《山海经》里也提到了很多牛形的角色，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些不是妖怪，它更像是某些古代的动物，被咱们的老祖先发现并且记录了下来。关于《山海经》我再研究研究哈，大家敬请期待。关于牛类怪兽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3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